最爱把脸靠在你左胸口，每个心跳都是生命的演奏，在你外套里我不再颤抖，世界随我承受，你却能让我无缘由。就算我们会向真爱飘走，我也尊重严格运作的宇宙。他要我珍惜这一次拥有，你是一切理由，有泪也要勇敢享受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就梦寐以求？你都在我左右，紧握着双手，哪怕身躯会皱，心已被爱渗透，这瞬间已是永久。强嫂，这个吧。我来。强嫂，这是你要的5万块，请你收下吧。希望从此可以化解我们2家的恩怨，不要牵连到家俊跟诗雅。喝了茶再说吧。好。很香啊，是铁观音吧？记得你跟阿强都很喜欢喝铁观音，难得你还记得。只要跟阿强有关的事，我都记得。强嫂啊，这些钱虽然补偿不了什么，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我一直很欣赏家俊，这些日子多亏有他帮忙阿雅看着寿板店。我在想啊，如果他们可以在一起的话，我就可以把寿板店交给他们打理了。你还想家俊娶你女儿？做梦！强嫂，你不是在电话里说只要给你5万块的补偿，你就愿意放下一切了吗？你以为5万块就可以买阿强一条命吗？可是，你们找我爸干什么？我们没找你爸。德叔跟我说了，爸爸接到你妈的电话之后就马上出去了，他没理由骗我。是啊，快来去看看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死！不要！
等了这一天，等了20多年了。不跟。今天就要帮阿强报仇。蔡福林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。你怎么了？爸爸呢？爸爸还在急救，严不严重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还不知道。吉人天相，你爸爸是好人一个，没事的啊，别担心了。好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别人当成仇人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为什么害我爸？老爹，他们有爸没有？帮打啊！你还在求神拜佛，希望我爸没事，不然的话我就告你，你等着坐牢。够了。爸爸，是家俊救出来的，他妈妈也在里头急救。请问你们是蔡福林的家属吗？我们是。伤者还没醒过来，不过已转到了加护病房，你们可以去看他了。谢谢你。小俊，你妈没事的，别担心，我陪你。医生，我爸他怎么样了？他只是吸入太多浓烟，没什么大碍。不过他的大腿部分属于3级烧伤，皮肤组织也烧坏了，
很容易感染细菌，导致并发症，所以需要留院观察。有没有生命危险？被烧伤的部分面积不大，不是大问题。不过，考虑到病人的年龄，最好是小心一点点。谢谢你。还好爸没事。大姐，老爸真的没事啊？没事。德叔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嘉靖刚进去，他妈妈不行了。嘉靖，妈，我帮你。妈，嘉靖，我知道这段日子你很辛苦，这个苦不用再继续下去了。小孩子，不要哭。我是要去见你的爸爸了。20多年，我终于可以见到你爸爸了。妈，不要说这种傻话。我要跟他说句话。你爸爸他醒过来了，医生说没什么大碍。没事就好。嘉俊，妈，你是不是想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该让我的仇恨连累你们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终于可以放下了。妈，妈，妈。
是呀，其实啊，你误会家俊了。他早就放下了报仇的想法了，可是他什么都不说。在他身份还没揭发之前，他来找过我，还向我认错，说放火跟偷白金的事是他逼不得已。我当时听了我也很生气，我打了他一拳，他任我打，他要求我把以前发生的事告诉他。然后呢？我把过去的恩怨都清楚地告诉他，他也明白，他爸爸是因为好赌才落到今天下场，不能怪别人。他还劝过他妈妈，可是他妈妈不听啊。他又不想夹在你跟他妈妈之间，所以打算辞职离开素板店。德叔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他不让我跟你说，所以这段时间啊，他真的很痛苦。一方面呢，要承担妈妈逼他报仇的压力；另一方面呢，他也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。唉，他自己啊也没有想到啊，进了寿板店会喜欢上你，所以他不敢把真相告诉你，担心你受不了打击。所以他自己承担了一切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你不受到伤害。家俊，你不要太难过了。你这个样子，安琪看了会很担心的。我知道安琪的去世对你的打击很大，可是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一直都会留在你身边的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那你们整天的忙着别人的婚事，那自己的呢？我跟你们老爸年纪都这么大了，想喝杯媳妇茶也想了很多年，你们到底还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嗯？你看着我干嘛？要轮，也是轮到老哥先。哎，我不介意你比我先结婚的。你们两个不用再推来推去了。你说，你跟文熙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了？什么都没有怎么发展。你不用瞒我啦，我看得出啊，你对文熙很有意思。妈，也要人家对我有意思才行啊。你都没有跟人家表白，怎么知道人家对你没有意思呢？哎，你不敢开口啊，老妈去帮你跟他讲。你不要乱来啊，我就有分寸。有分寸就不会拖到现在啦。老大，你可不可以关心一下儿子啊？谁说我不关心？这个女的是不是替你们婚纱店拍照的那位模特啊？一开始我还觉得她蛮有气质的，没想到她这么会利用机会啊。一个人发什么呆？你跟那个苦力怎么了？说真的，我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不知道算什么。从我一开始认识他，
我就很欣赏他的聪明、大胆、不做作。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，也知道怎么利用他自己的优势争取他要的。你就是这样被他吸引的？每次出现，他都能够带来不同的惊喜。1次、2次、3次，和他在一起的日子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可是最近我发觉他变了，尤其是对名利的追求，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。人红了是这样的，重要的是你们的感情是否经得起考验。我也不知道，感情是2个人的事。如果你真心喜欢他，你就应该好好把握。你自己也说了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开心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不要放他走。彼此彼此。Hello， 哎，伯母，你找子豪啊？我帮你叫他。哎，不用叫，不用叫。哎，我知道你是从台湾来的，特地带了一些台湾土产。来，你尝尝看啊。哦，谢谢你。哦，谢谢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很久没有吃台湾小吃了。你家人都在台湾吗？爸爸妈妈在台南。你家里除了爸爸妈妈，还有些什么人啊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顺路经过，就进来看看你们。哦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啊，没有了，我是独生女。哦，那你一个人来新加坡，你的爸爸妈妈不是很担心？我在新加坡有个表姐，他们很放心让我过来的。哎，你家人跟你一样都是设计师吗？不是，爸爸是老师，妈妈是家庭主妇。我是因为喜欢婚纱设计，所以才会选上这行的。你选在这一行就对了。那你负责设计婚纱，我儿子呢就策划婚礼，你们2个人呢合作无间，简直就是最佳拍档。妈，我有说错吗？啊，我口渴，想要出去买点喝的。你们要喝什么吗？我帮你们买。不用了，我们不渴。那我先走了。文熙，我是为你好。你越帮越忙。你忘了我的老本行啊！包在我身上，没有姻缘是我做不成的。好，你说成就成。我现在要出去，你留在这里帮我看店吧。拜拜。哎呦！你不要跑啊！你还钱啊！那笔钱，对不起啊！那笔钱是我跟我表姐借的，我到现在还没还清，你还钱给我啊！我输了股票，欠了一大笔债，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好不好？我已经给你很多时间了，你把钱还我，还钱啊！你们，今天一定要给我们交代。志豪、文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。我现在是开拓得势，我一有钱我就会还给你们的。你们让我走吧，我老婆在做检查，我还要赶去见她呢。你不要找借口了，如果放你走，你还会出现。没有钱是吗？那我们到警察局去解决。文熙，报警！不，求求你们不要报警，我也是逼不得已的。大弟。小琪，老公，什么事？老婆，啊，没事。遇到老朋友聊了几句。大弟，我要回家。哦。没有事，你先走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改天再约你们喝茶。好好对待家人的。我会的。放组那边钱就拿不回来了。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，是非要他把钱还给我不可的。可是后来看到他老婆孩子，心里就想，算了吧。如果不是看在他老婆跟孩子份上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只是我始终认为，这是他个人犯的错，没有必要把他的家人牵连在内。我很赞同你的做法，这样做至少让他在孩子、老婆面前保留一点尊严。唉，
10万怎么还？少吃一点，少用一点，慢慢还哦。你不是会做 cupcake 的吗？如果每一餐都吃 cupcake 的话，应该可以省下很多钱。那我不如接完婚纱店，多接一点生意，多赚一点钱，好过天天吃 cupcake，搞得自己营养不良，没力气工作，最后被你炒掉。喂，我觉得你有被迫幻想症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你就说我要把你踢走，这叫未雨绸缪啊！这叫杞人忧天。走吧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有。小芳，阿才，找我有事。小芳啊，你不要再做这份工了，好吗？你不要再陪男人睡觉了。你回去吧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小芳，你真的不要再做了，你的工作真的不好。我现在需要钱，家里等着我寄钱回去。我不做工，哪里有钱？我有钱啊，那你拿，那，你拿，没钱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怕你被坏人欺负。这些钱我会还给你的。阿才，不要！范勇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还是我认识的范勇吗？不要错下去了，回头吧。你是坏人，欺负小芳！不要再打了！你不要再打他了。小芳，他真的是坏人啊！你不要再帮他了。范勇不是坏人，快走啊！为什么要放他走？他是坏人，他抢钱啊！他也是逼不得已的，你不要怪他。他明明就是坏人，你不用帮他说话的。范勇不坏，我们一起从家乡出来，他是怎样的人，我很清楚。早知道会变成今天这样，当初我们就不该出来。那你为什么要从家乡出来？你家乡不好吗？家里很穷，我们又没读什么书，找不到好的工作，所以只好借钱出来打工。我们运气不好，一出来就被人家骗，没钱，没工作，家乡又欠很多钱，不能回去。那他就去做坏事啊？范勇找不到工作，所以只好帮人收保护费、抢地盘，每天打打杀杀，
受伤就像吃饭一样。上次他就是被人打伤，痛得快要死了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只好用吗啡。后来他就染上了毒瘾，怎么戒也戒不掉了。小芳，那你为什么不回去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啊？我有很多弟弟妹妹要养，不得不做下去。你需要钱是吗？我拿给你啊！你不要再给我钱了。你等我啊！阿才，这是大巴窑的，全收回来了。我这一组的那2张支票。没事了，出去做事吧。啊。招啊，什么事啊？大姐，我……喂，福林出版店。哦，好，我找人过去。要尽快。那是这个人啊。喂，你干嘛你啊？干嘛撞我的？奇怪。哎，叔，他怎么了？阿才啊，蹦急着跑去哪里呀？撞了我一下，真的痛死了。先生，小芳，阿才，这些给你的。这么多钱，这些钱给你买机票回家的，你不要留在这里了。你特地回家就是为了拿钱给我，让我回家？你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没有生气，我不是说过不要再给我钱了吗？这些钱你拿回去。不，你收下。阿才，阿才，走，放开我！他好心帮我，你干嘛打晕他？我不打晕他，你就把钱还给他了。这些钱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不能拿。你别傻了，这里有几千块啊，够我们用好一阵子了。他自己送上门，为什么要还给他？阿才给我钱是要我离开这里。离开？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？回家。回家？还不是给人家看不起？待在这里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。范勇，好，我去安排。如果可以，我们回家。你干什么？我想看看他有没有事。不要管他了，我们走。是。不要管他了，走啊！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我弟弟怎么样了？医生说病人是第2次打伤了头，可能会出现后遗症，所以需要留院观察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小弟，你醒了，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我为什么在这里啊？有人看到你晕倒在牙龙后巷，报了警，是警察送你进来的啊。
你去亚龙，是不是去找小芳？我不是叫你不要去找他了吗？为什么不听？是不是他找人打伤你的？不是他。那是谁打伤你的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知道，还是不想告诉我？姐姐问你，店里的钱是不是你拿的？你拿那些钱干什么？给小芳？不关小芳的事，是我自己要给她的。小弟啊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她的背景，我是担心你被骗啊。小芳不会骗我的。小芳很可怜，她家里很穷，家里的人等着她拿钱回家，我要帮她跟她家人，我要帮小芳回家。回家？今天回家，明天是什么？他只是在利用你啊，傻瓜！我不是傻瓜。小弟，姐姐不是故意的。欧洲的事我会尽快答复你的。我等你的好消息，再见。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忙着开通宵，拍了一整晚的广告，累都快累死了。你最近真的那么忙，常常都不回家？我都说我忙着开通宵，我先回房了。石慧，小弟，什么事啊？你终于开口啦！我以为你不理我了。这几天你就留在家里休息，暂时不用到店里帮忙。哦。你不要到处走动，不要到处跑，也不要去找。总之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不用想，好好的休息就对了。哦。你想吃什么，想要买什么，你告诉我，姐姐会帮你买。哦。姐姐这么做也是为你好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哦。回房休息吧。哦。挨了整晚的通宵，怎么还没睡？我还没冲凉。姐，你过来看一下，漂亮吗？哪里来的首饰啊？谁送给你的？为什么一定是要别人送的？我自己买不行吗？这套首饰看起来不便宜，不可能是你买的。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，是别人送的。谁送的？刚才送你回家那个男人。他无缘无故送你那么贵重的东西干什么？他对你有意思？姐，Richard 是珠宝行的老板，这些东西对他根本不是问题。何况我帮珠宝行赚了不少钱，送我礼物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我是担心你。你放心，我又不是第一天在这个圈子，送礼物这种小事我应付得来。应付得来？那为什么会上报？你知不知道你最近绯闻真的很多，会影响到形象的。有新闻好过没新闻。记者愿意写我的绯闻，就代表我红，就给他们写好了。给他们写？你有没有想过子阳的感受？我为什么要顾虑他的感受？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，没有任何承诺。你们两个不是在一起了吗？不要说他了，好不好？姐，我下个星期要去欧洲，你要我带什么东西回来给你？你要去欧洲？
Richard 要去采购钻石，叫我一起去体检，我们会逗留几天，顺便旅游。又送东西，又去欧洲，你还说他对你没有意思，你根本就是变相的陪游。什么变相的陪游？我是代言人，跟老板去见设计师是我的工作，请你尊重我的工作。真的只是工作那么简单？你不信我也没办法。Corinne 到底在搞什么？都过了1个小时，人还没到，电话也不接。我来了 ，Corinne， 怎么这么迟？我不是来了吗？叫化妆师给我化妆，动作快一点，我赶下一组。什么态度嘛？迟到了还那么嚣张。他现在当红，当然目中无人。我自己来，你出去。你去帮我买水。再有什么事？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态度很糟糕？迟到半小时，让全组人等你，来了连一句道歉也没有。你以为我想的？我真的很累，你不体谅就算了，你还教训我。我只是提醒你，做这行时间就是金钱，你准时一点，态度好一点，大家就不会抱怨。他们要抱怨关我什么事？我不拍了。你又发什么脾气？Corinne， 你好了吗？好了就可以拍了。我不拍了，你们要拍自己拍个够。你不要再闹了，大家都在等你，跟我回去。我不要回去，你要回去你自己回去。你讲理一点好不好？迟到本来就是你不对，我只是提醒你，你竟然发脾气。我为什么迟到？你问也不问，就知道教训我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迟到？我的行程排得满满，拍完这一组，我就要赶去拍下一组，整天赶来赶去，当然会迟到。那就叫你的经理人不要把你的行程排得那么满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就提前通知，不要让整组人等你。嘴巴是他们的，无论我做什么事，他们都会说我耍大牌。那就不要迟到，1次2次他们还能理解，要是次数多了，他们会说些很难听的话。我都说我很忙了，你还不体谅，我懒得多说。是啊，你很忙，你忙着陪老板吃饭，上八卦头条，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我陪老板应酬是我的工作，我做好自己的工作有错吗？你是模特，你不需要陪别人吃饭。我知道了，迟到只是你的借口。其实你看到我陪老板吃饭，你自己心里不舒服，你吃醋。我只是好心劝你，你再这样下去，只会自毁前程。李子阳，你真的这么想看到我跌下来吗？今天我终于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，没想到你是这么自私的一个人。既然你对我这么不满，我们就分手吧。诗慧，告诉你，瞒着你，只不过是个决定。放弃你，忘记你，只怕我无法前进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莫名紧张你。我越了解你，越靠近你，越犹豫。明知道我爱你，却不敢告诉你。我害怕失去你，宁愿沉默不语。该如何这